这么巧啊？不会是也准备进去一起吃饭吧？离婚协议我已经签过了，你放心吧。既然都知道，那就别再来打扰别人。不怕告诉你，我们今天就是来商量卓瑶和洁白的婚事。你也看见了，他们两个很般配，如果没有你，他们相处得很好。既然这么重要的事情，您就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我先走了。老叶啊，订婚的事你就放心交给我吧。月底之前，我们童家一定会给洁白一个最盛大的订婚宴。我们都没有意见，阿姨这么疼我，一定会考虑周全的，这样你也可以省心了。省心恐怕我做不到，这可是咱们叶家的大事儿，马虎不得，不能就这么简单的定下来。老叶啊，你这个话我是有点听不下去了。什么叫马虎不得呀？洁白是我看中的儿媳妇儿，我恨不得明天就把她娶回我们童家，我怎么就会马虎呢？再怎么着，月底之前也来不及。这样，订婚的时间等我安排好了再定吧。爸，就这么定了。你们先吃，我上个厕所。哎，老叶啊，来吧，我们不用管他，我们来喝一杯。来，洁白。爸，我根本就不想回巴黎，巴黎带给我的都是不快乐。我只想平静的过日子。也许对的人在晚出现一天，我就随缘找个伴，苦笑着等明天，翻手机打发时间，就这样年复一年，痛苦和快乐都能将你打败，在没有人分担之前，对自己说晚安，中午醒来吃早餐，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我爱我拉过沟，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我宝宝，爱我没理由，一切都会好的，对吗？一个人太久，那么就让我知道，一切都会好的。两个律所刚刚合并，按合同规定，1年之内我不能主动提出解约，我没有这个理由。
金河的业务本来就在同德，合并之后转到正兴也是理所当然的。可现在戴静杰指定要你接手金河的工作呀。程主任，我真的不能答应，我不能眼看着他对付同事啊。如果他非要坚持的话，那我只能辞职了。哎，你先别冲动。如果他非要指定你不可，你到哪儿他都会找到你，除非你不做这一行。所以你不要动辞职这个念头，你就在我这儿安心的工作。卓瑶既然把你交给了我，我就会尽全力保护你的周全。可是以我对静杰的了解，他不会轻易妥协的。虽然让客户满意是我们的工作需要，但是在合同里并没有体现律师这一条款。他不满意我送去的人，我可以给他更换。如果他一直不满意，那就只能等他主动提出解约了。谢谢您，程主任，只有您能为我这样做了。不只是为你，担心童家的人不止你一个。你好好工作，去吧，把张律师给我叫来。好。那天卓瑶的态度，不知道你爸爸……我觉得他不会的。他说2个月的时间，可能是需要更充分的时间去准备，也请您理解他。这个我当然能理解，只是同事目前的状况，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到2个月。这个情况我知道，所以我也一直在劝他，但是他非要等到订婚之后才肯签投资合同。你再想想办法。阿姨向你保证，你和卓瑶的婚事绝对不可能只是一场美梦。阿姨会帮你美梦成真。再忙也得填饱肚子啊。跟我一起去吃饭吧。我还没有看完，要不你先回去。你别赶我走了，我爸要是知道了，我又没有办法跟他解释了。季东，你帮我叫2份3上来。对。对了，我已经催我爸把订婚的日期提前了。我看了财务报表，应该问题不大的。我明天还要开会讨论，我现在还没看完。那明天开完会，跟我去买戒指吧。我这几天可能要去趟北京，应该没有空。要不你自己去挑一个你喜欢的。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不会这么冷冰冰的对我呀？从现在到订婚，就这么些日子。这些天以后，你们一辈子都在一起。你可以别说了吗？
当什么呢？当成交换利益的工具吗？我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你们什么时候有问过我的感受？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的心有多痛，你知道吗？对不起，谢本。我的心里知道痛。我能让他离开你，就能让他永远都不回来。金河的法务只能是你，不会是其他人。我没有这个义务。金河的合同是跟律所签订的，合同上并没有规定你有权利指派律师。那我可以一直不停的在换律师，直到你来。随便你。随便我。童卓瑶可以为了叶家来抛弃你，好，那我现在就可以为了你去毁了童氏。我已经离开他了，还想让我怎么样？可我知道你在撒谎。文君，医生，医生，家里先去办手续。你真的要离开他吗？可他是你孩子的爸爸呀。以后，孩子只有妈妈。我怀孕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他。订婚结束，他一拿到投资合同，我就把它还给你。
你为什么怀孕了都不告诉我？怀孕是我自己的事情，用不着你管。那是我的孩子，什么叫你自己的事情呢？因为孩子是我的。对吗？我让你亲口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和你没关系。走吧，晴晴。你自己看。为了阮曼君，你到底可以多委曲求全？我早就跟你说过，他会抛弃你。为什么还要坏他的孩子？送我回家吧。你在哪儿？老爷犯病，可能快不行了，让你赶快回来。太爱你，恨不得你把我心都拿去。我恨你，当爱的太阳里误入禁区，湿了，湿了，让我发了疯，让我发了疯。就快要到你出现，我才因为孩子是我的。我让你亲口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和你没关系。为了阮曼君，你到底可以多委曲求全？我发了疯，就快要掉了命。你出现，我才能呼吸上见你。时间判我无
我才能呼吸。想见你，时间判我无期徒刑。与我们everything 的意义。也对啊，要是有孩子的话，童卓瑶就不会离开他了吧？太爱你，恨不得你把我心都拿去。我恨你，当爱得太用力，误入禁区，失了，失了，让我发了疯，让我发了疯。就快要冬眠，你出现我才能呼吸。想见你，时间判我无期徒刑。Everything 与我们 everything 的意义。嗨，杰森，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帮我找一家医院，我想要个孩子。好。多多说下周才会回来啊。这么晚了，谁过来敲门？会不会是静姐啊？她知道我住在这儿。你真的在这里？你怎么来了？我为什么不可以来这里？姐妹，闭嘴！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先回去，有什么事明天说。你不需要跟我解释点什么吗？姐妹，不要再解释了！你不是吧？你是疯了吧你？
我是疯了。这么多年以来，我每一次真心付出得到的是什么？一次次的欺骗和伤害。你告诉我，我怎么能不疯？跟我走。你够了！订婚那一天我不会去，我躲着你就是不想伤害你。你到底还想让我怎么做？你个混蛋！洁白，你要去哪儿啊？洁白，在家里面好好待着。佟志尧，洁白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饶不了你。怎么样？放心，他已经脱离了危险，只是这一次惊吓过度，孩子可能是保不住了。什么？孩子？你说什么孩子？她已经怀孕了，你不知道吗？好好照顾她吧。佟主尧，你这个混蛋！干什么？你老爷，事情还没弄清楚呢。你给我回来！文娟，我什么都没做过。我那么相信你，为什么要骗我？我佟志尧跟你在一起，我从来就没有做过背叛你的事情。你说你不会去订婚，可明明连孩子都有了。我告诉你，等洁白醒过来之后，他一定可以说清楚。只是这一次惊吓过度，孩子是保不住了。订婚结束，他一拿到投资合同，我就把它还给你。我的直觉告诉我，绝对不相信叶洁白会遵守那个荒唐的约定。我答应过洁白，订婚之前不再跟他见面。你就不怕他回来像袁振明一样跟你说对不起，我不能？
哎，姑妈，对，是我。好，我在他家呢。啊，你先不用过来，我正审着他呢。啊，你放心，等我回头啊向你汇报。好嘞。说吧，坦白从宽，要不然我就让姑妈过来。我自己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我很清楚。我不需要坦白什么。你这么说，那孩子真是你的？你给我出去啊！哦，那孩子是别人的，骄傲的大小姐。哎，过来！哎，你干嘛？你放开我！你干嘛？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就是不想娶人家，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我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释。结拜他一点不醒过来，我说什么有用吗？我让你去医院检查，你到底去没去？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病。童卓瑶，我林沐琛活了27年，认识你27年，跟你吵了27年，你什么时候因为过一句玩笑话跟我发过火？我警告你，明天必须去检查，要不然我就告诉姑妈，说你已经承认了那孩子是你的。如果结拜不能帮我把事情说清楚，你还会相信我吗？他还好吗？行，但是很不好。哒哒哒，嘟嘟嘟，嘿嘿。结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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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行吗？啊！孩子早没了。醒醒，这就是个破枕头。你干什么呀？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呀！妹妹，你来了，你看，他睡着了。你们来干什么？对不起，不知道会变成这样。他们俩订婚，你不知道吗？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害成这个样子？叶叔，如果这一切是错，他是我一个人的错，这和曼娟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好，你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你把他害成这样，想问我该怎么办吗？我会一直在他身边陪着他，照顾他。他一天不好，
我就一天不会离开他。哎，有人打来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医生，医生！小姐，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快推车！安君，你怎么了？医生，医生！真的不打算在医院休息一下再走吗？这件事情要告诉童卓瑶吗？孩子没了，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先去结个账啊。我这才出去1周，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情？说吧，现在一个刚出院，一个还在医院里，你打算怎么办？我现在怎么选都是错的。那个叶洁白的孩子什么情况？你不准备解释了吗？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订婚，我说真话说假话都不是。那事情都这样了，你还是要保护他是吗？他现在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怎么还忍心伤害他？我和曼君的孩子也没有了。对了，你的婚礼我就不去了，不幸之人还是躲远一点好。周多瑶跟我分手了，曼君也不要我了。好啊。
我不想再装疯卖傻，把他强留在身边了。要是现在说出真相，童之尧只会恨你骗他，他会更快毫不犹豫地跑到阮文君的身边。那个时候，你真的什么都没了。可是我不想骗他。那也是他们骗你在先啊。其实，我也替你松了口气。孩子没了，童之尧想不认，他也没有证据了。我已经没有孩子了，他不应该成为一个借口。我不想骗他，可是我又舍不得离开他。你能明白我心里的感受吗？洁白，你要明白，你要是现在一下子变清醒，把事情都说清楚，那你就成了骗大家的那个坏女人。童之尧他肯定会马上跑回去跟阮曼君复婚。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你让 Daddy 跟大家怎么解释？已经这样了，你再忍一下吧。Daddy，好，谢谢啊。哎，佳佳，童之尧这两天去找那个阮曼君了吗？当然没有，他不是已经答应过您要留在洁白身边吗？有什么问题吗？明天就是童家和钟家签订合作合同的日子。你是怕他不再需要叶家，会有变故？哼，他把洁白害得这么惨，想拍拍屁股走人，我就是搭上咱们叶家，我也绝饶不了他。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不能让他们觉着咱们叶家可有可无啊。应该有个人比您更不希望他们合作吧？你说的是戴俊杰，他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了，他还能做什么？正因为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才会不顾一切的去争取。不能再签合同。怎么？你跟他说我有事，让他等一下再谈。他说他有急事儿。对不起，我接个电话。怎么了？只是初期了，其实你只要好好的配合治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你相信我。能控制多久啊？1年2年？
还是3年5年？能控制一辈子吗？你不试怎么知道不行？而且现在专门针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药有10几种，都处在临床试验阶段。只要有1种成功，那你就有希望啊。要是都不成功呢？你要是一直这样消极下去的话，即便是药物研制成功，你也病入膏肓，没得用。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好，那你先答应我，要积极的配合治疗，要不然这么大的事儿，我可担不起责任。你要答应我，除了你以外，谁都不可以告诉我。这个我不能答应你。我马上就要回英国了，你身边总要有个人照顾你吧。我觉得你应该告诉曼君，她是你的妻子，有知情权。如果你不方便说，我帮你去说。不用了，我不会再跟他在一起了。你又要干嘛？我既然不能给他幸福，我更不会做拖累他的事情。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早点休息。也许对的人在晚出现一天，在没有人分担之前，对自己说晚安，中午醒来吃早餐，苦笑着一切早就习惯。我爱我拉过沟，静寂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我爱我没理由，一个人太久，那么就让我抱紧我。这么巧，戴总不请我喝一杯吗？知道为什么让你请我喝酒吗？是想告诉你，我是站在你这边的。你想说什么？金河还有几天才对我宣布倒闭，一个人在这儿喝闭门酒，为什么不找一个棋逢对手的人陪你喝呢？反正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何不最后一搏呢？
你把我的酒都给喝了，我喝什么？服务生，再来一杯。double。几位请过目。你们只要在这个借款合同上签个字，然后每一个人拿出一部分钱来给我，我就可以用高价切断同事工程的供货资源。我拖住时间，合同期一到，他就没有办法还中视的钱了。你们自然可以拿到陈卓瑶抵押在中视的股份。那么这不比那一半的利润要多得多吗？思考一下。我们离婚吧。这也是我想说的。签字吧。原来你早就决定好了。祝他早日康复，祝你们幸福。这就是你想要对我说的吗？还有，祝同事传满军。你让我说什么呢？是我们的孩子没有了，我也快要疯了吗？还是说，我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都给了你，可你还是骗了我？你到底还是不相信我？是我太高估我自己了。你应该知道，我恨我的父亲。我恨他为什么纠结在两个女人之间，毁了2个幸福的家庭。所以我发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过。
我一定会和我爱的人不离不弃，共赴生死。别说了，你根本就不会懂的。现在我站在他被指责的位置上，我才知道选择有多难。他当初为了信守承诺回到我妈的身边，造成了今天这样不可挽救的后果。我怕了，所以我选择另外一条。That's what I can do. How I love you, my love. 滕先生，我宁愿从来都没有遇见过你。也许对的人在晚出现一天，我就随爱找个伴。苦笑着等明天，那就把不开心的一切都忘记。看手机打发时间，就这样年找一个人好好的爱你。痛苦和快乐都能有一个你梦寐以求的家。在没有人分担之前，对自己说晚安。中午醒来吃早餐，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我爱我拉过狗，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我爱我没理由，一个人太久，那么就让我抱紧我。痛苦和快乐都能将你打败，在没有人分担之前。我要开始我的与你无关的人生。自己说晚安，中午醒来吃早餐，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我爱我拉过狗，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我爱我没理由，一个人太久，那么就让我抱紧。马来的客户不肯签合同，电影节给的价更高，而且他还说，他说不管我们出多少钱，
他都比我们多出10%。今后不是已经破产了吗？他哪儿来的资金啊？好像是陈刚帮他拉了很多中实的股东投资。跟我来。我可以把钟老留下的股份都给你，但是要等到中石和同事的合作结束以后，而且你要答应我，从此以后不会再对同事有任何的恶意竞争，否则你什么都别想拿到。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谈条件？ 3年之后，我会把我手上同事的股份都给你。可我现在就想要。你别太过分了。钟老师去世了，但是我妈还在。我妈不在了，拿不回来的东西，宁可毁了它。 来，洁白。我不喝水。阿曼呢？我要去找他。你还提他干什么？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呀？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和孩子呢？你就当那个同志让他死了。 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呀？洁白，你来干什么？他同桌要为什么不来？卓瑶在公司处理一些业务，他很快就会来的。洁白，洁白，你怎么样了？你出去！洁白，你你出去！你们都出去！你就要在这儿等他，他一定会回来。对不起，别怪他。我知道你可能不相信，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在周瑶那儿得到什么。我遇见他的时候，被感情伤得体无完肤。我发誓，再也不会为爱倾其所有。是周瑶的坚定跟勇敢打动了我，让我对爱重新充满了希望。我们只是想成为彼此的依靠，所以才不能够分开。哼，说的好听，可你到底还是答应了洁白的条件。说到底，你是不能接受卓瑶一无所有，不是吗？
如果我告诉你，我离开他的时候已经怀孕了，我只是不想让他在中间为难。我以为我的成全都是值得的。我原本想着，等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就可以一家人过平淡的生活。只是没有想到，洁白跟我有了同样的期待。你最终还是把它毁了。公平一点说，我们都失信于对方了。只是他现在更需要卓瑶，而我注定要孤独一辈子，一个人。也许对的人在晚出现一天，我就随缘找个伴。再见。对自己说晚安，中午起来吃早餐，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我爱我了过口，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我爱我没理由，一个人太久，那么就让我抱紧我。哎，你故意帮我订了跟曼君同一趟航班，是不是就想找借口来送你？我是希望你可以帮我照顾他。你就不打算跟他解释一下，就这样让他走了？任务交给你了，还是出什么事儿我不会放你。好吧，那你要答应我，每天按时吃，否则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姑妈。对，拜托了，兄弟。好好的。舍不得你走，过去那边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嗯，你也是啊。你跟……唉，别跟我提他。我跟袁振明呢有缘无分，我也想清楚了，爱来爱去有什么意思？就像你跟童卓瑶一样，还不是没有好结局。我现在也想通了，反正呢，我有国本 life 管，忙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努力赚钱，正好也没有心思瞎想，挺好。我早就出局了，还不知情。
怎么了？我好像看见戴静姐了。她不是失踪了吗？哎，别想了，来吧，拜拜了。And I believe there is an angel deep in your soul. So now please close your eyes and trust yourself inside. I can survive all the pain. I can give you all my fate. With all my fortune, I swear make you shine. That's what I can do. Oh, I love you, my love. 季总按照您的要求，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真不容易，通义工程真的要动。是啊。夫人，您来了。都准备好了吗？今天是同事的大日子，不能有任何差错。准备好了，放心吧，夫人。哎，卓瑶呢？他怎么还没来？应该快到了吧？来了。妈，来这么早？我睡不着，我想你爸爸。一看到这栋楼，我就忍不住想起当年，你完成了他的梦想。如果他还活着，好了，妈。如果你爸爸泉下有知，看见他心爱的通宇终于动工了，他一定会很欣慰的。希望他可以原谅我吧。我已经决定了，等整个的通宇竣工，我会离开同事。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这么任性？你考虑过我吗？我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你和整个公司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公司呢，我会找一个职业经理人过来接替所有的事务，还有妈妈的生活，每个月公司会按照股东分红，定期把钱打到你的卡上。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啊。我问你，阮曼君都已经回来了，你还准备去哪里？我只是想要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好吗？我会处理的。好。
童总，夫人，先生准备好了，可以过去了。开心一点。走吧。喂，卓瑶，阮文军不见了。火车了。早该想到会适得其反，我就不该相信你。他如果不打开这个心结，他就永远都无法面对自己。到时候我怎么要求您把郑清交给他？你小子是拿我郑清这朵花去献佛吧？是您非要退休啊？从有同事那一天开始啊，您就一直帮我们公司照看法务部。与其你把公司卖给别人，那个别人，他就不如是我。不管是作为老板还是前辈，我都看好阮万军在这个行业的发展。只是想在一个律所做好领头羊，以他现在的状态，我很为难。所以我需要您的帮助啊。心病还需心药医，你赶紧带他去看。但是我需要最快的办法。您需要因为他这一次的失误，给他一个惩罚，至少是要业内的公开警告。你说什么？水没有退路，才会成为瀑布。这样会毁了他的自信，你就不担心他会因此一蹶不振吗？你不要忘了，他是阮万军。童卓瑶的车还停在楼下，这么晚了，还不开走啊？请袁正明跟他说一声吧。打住啊！我跟他呢，现在已经是楚河汉界了，井水不犯河水。况且，说不定童卓瑶把车留在这里，想找个借口再回来找你。这种棒打鸳鸯的事，我可不干。季东，童卓瑶的车停在我们楼下，麻烦你告诉他记得开走。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回事？明明相爱，却就要这样。在你们中间的那个人，他已经出局了。他亲口告诉过我，虽然说钟恩去世了，可是却一直活在他爸爸心里。虽然洁白离开了，我知道在他心里也是抹不掉的。就像洁白的孩子一样，在我心里的阴影也是抹不掉的。阮文君，你可别后悔啊！像我这样，现在都来不及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谢谢你啊，妈。我知道今天是我不好，但是我不想解释。你们结婚吧，你和那个阮万军。我可以答应你娶她，但是你也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你都不能离开童氏。想要离开童氏，那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离开了童氏之后，我也不想跟他在一起。那你到底要什么？
你到底还要我怎么做？我知道你恨我，是我非要你和洁白在一起的。可是谁能想到他最后，谁能想到他会疯呢？是我没有照顾好他。还要怎么照顾啊？他闹着不肯住院，不肯回家，你就把他接回来，还小心翼翼地哄着。可是他呢，稍微有一点不顺就冲着你发脾气，大闹一通。你知不知道？每次看他折磨你，就像是拿把刀子在戳我的心。If you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y your side, will you reach for me or will you stay behind? If you give me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life, and I swear I'll never ever make you cry. And I believe there is an angel deep in your soul. So now please close your eyes and trust yourself inside. I can survive all the pain. I can give you all my fate. With all my fortune, I swear I'll make you shine. That's what I can do. How I love you, my love. 是不是睡不着？ If you know that I will 你要让我死 always 吗？ by your side, your side. Will you reach for me or will you stay behind? If you give me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life, and I swear I'll never. 雪丹，苏丹，雪丹。 And I believe there is an angel deep in your soul. So now please close your eyes and trust yourself inside. I can survive all the pain. I can give you all my fate. With all my fortune, I swear I'll make you shine. That's what I can do. How I love you, my love. I can survive all the pain. I can give you all my fate. With all my fortune, I swear I'll make you shine. That's what I can do. I love you, my love. I can survive. 周阳，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疼不疼啊？啊！ With all my fortune, I swear I'll make you shine. 洁白，你怎么回事啊？ That's what I can do. How I love you, my love.周阳，
我想我们的孩子，你知道他在哪儿吗？我一定会帮你把我们的孩子找回来。怎么回事啊？洁白突然自己走了，说是回加拿大了。他走之前又说了什么吗？没有啊，我出去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我回来他人就不见了。张妈说，是叶家派车把他接走的。我电话打给老叶，他也不接电话。你们到底是怎么了？是吵架了吗？他不会再回来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不要再说了。我是替你委屈，照顾洁白这么久，一句怨言都没有。就算是有错，那我们也弥补他了呀。凭什么他叶志宏就不依不饶的几次三番对付我们同事？我知道，公司的事让你心灰意冷，你恨我自私，为了保住同事，不惜牺牲你的感情，所以你才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是不是？你放不下阮曼君，这我也知道。可是你也不能，但凡他有点风吹草动，你就撇下一切不管呐。要是非得这样，那还不如干脆把他娶进门。只要能把儿子留在身边，那我也认了。妈，我和你说过了，我真的不会再和阮曼君在一起了。是因为洁白那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就是不说呢？不久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再提了。我现在只是想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所有的事情都结束，我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啊，再亲密的陪伴也不可能从生至死。我们总是要一个人完成这一生的，不是吗？给莫
若琛，你说话啊。童卓瑶，我要怎么说你才可以不喝酒？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个病人？干杯！你是不是明天就想变成这个样子？你如果再继续这样喝酒的话，我明天就把你生病的事情告诉姑妈。你去帮我告诉任曼君啊！你告诉他，免得我再跟他说了。我可当真了啊！你知不知道我每次看到曼君的时候，忍着不能把你生病的事情告诉他，我心里有多难受？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每一次见到他，什么都说不出来，内心有多难过。哎，你说，如果我跟他说，我从来就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你说他会信我吗？童卓瑶，你还能不能有点出息啊？1年了，每次聊到这个话题，你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你这么想知道答案，怎么不自己去问他？是，生病了，可那又怎么样？你总害怕拖累他，至少证明你是爱他的呀。总比像现在这个样子苦了自己，用道德去绑架他好吧？我不能害了他。鉴于阮曼君律师置当事人于庭上不顾，擅自离开的行为，已经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给律所名誉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律所决定对阮曼君律师停职反省，并将酌情在行业内给予警告。何瑞的官司，陈主任已经交给我了，你把相关材料赶紧给我吧。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你比谁都清楚这个行业的残酷性。我可以给你机会。何瑞会给我机会吗？会再给郑清一个机会吗？我认真了一辈子，不想在临退休的时候砸了郑清的招牌。对不起，我给律所带来的损失，应该由我来弥补。你还是休假吧。就算您让我离开郑清，我也一定会给您和律所一个交代的。对不起，我是真心诚意来向您道歉的。我不恳求您的原谅，只希望您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觉得比您找的任何一位新的律师都要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因为我对您的愧疚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我对律所的愧疚，也绝对不允许我再有任何的闪失。怎么，这么着急要检验自己的成果啊？你也不怕被别人发现你是幕后主谋啊？现在不是下班时间吗？况且，怕不是被您停职了吗？你呀，幸亏是年轻，精力旺盛。我要是像你这样消耗脑细胞，这儿早就罢工了。他怎么样了？何瑞的杨总来电话说愿意给他一次机会，看来是有惊无险。我就知道了，他身体里边蕴藏的小宇宙，就缺乏一个爆发的引线。他这个人，宁可自己受委屈，也要周全到所有人。
你知道吗？敲开那扇门一点都不难，我甚至能猜到门上的密码。可是进去之后呢？能让一切回到2年前吗？能让福叔和福妈活过来吗？能让我每天不必再自责和内疚吗？如果不能的话，那我进去做什么呢？吵、闹，还是说指责那个男人已经结婚了，然后再去伤害另一个无辜的女人呢？没有买到你喜欢的，就只买到这个了。这个我也很喜欢啊，谢谢你啊，卓瑶。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赶紧回去照顾阿姨吧。等我完全恢复了，就回来找你，好吗？你不要想那么多了。现在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是把你的眼睛治好。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跟我妈解释清楚。那你答应我，先不要告诉阿姨好吗？我怕她一时间接受不了，再进医院会很内疚的。等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再告诉阿姨，再告诉其他人，好吗？谢谢你爱我。也谢谢你爱我。我离开他的时候已经怀孕了，我只是不想让他在中间为难。我以为我的成全都是值得的。我原本想着，等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就可以一家人一起过平淡的生活。只是没有想到，洁白也跟我有了同样的期待。你最终还是把他毁了。公平一点说，我们都失信于对方了。只是他现在更需要卓瑶，而我注定要孤独一辈子。我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啊，他的坚持和倔强会有多大的能量。很好，他做到了。是你做到了。我这不还是中了您的招？这一招啊，您公司的事情解决了，省去了危机公关。怎么着，是不是要趁火打劫，把律所卖一个更高的价钱给我呀？别说啊，你这句话还真提醒我。我当时啊，就应该让你把他开除了，咱们一拍两散。这样是这样。就算是同事再需要挣钱，我也不需要一个不能打官司的律师。那个，你不用说了，我等你的报价。郑清还没有姓童，这么着就把我赶走？合适的杨总，我会再给我次机会，你再给他找律师吧。阮曼君，我知道同事不养闲人，我不会成为同事收购郑清之后的麻烦，我会辞职。在你心里边，我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吗？没错，反正对你而言，1年之前我就已经是个没有用的人。董总，同一侧楼的公共区域塌了，有一个叫金娇的工人当场死亡，还有工人受伤。
来来来，我亲手给你泡的果茶，尝一尝啊！跟你说，现在记忆啊可精湛了呢，特别好喝的。怎么样？还不错。你这个表情是还不错吗？根本就感受不到我的茶有多好喝。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气，没关系，我帮你把这个气撒了。哎哎，还是算了呢。你不是说过吗？不想让我像你一样后悔。可是我现在啊，连后悔资格都没有。也许是他变了，也许呢，是我从来都没有看清楚过。我现在啊，必须要承认被他欺骗、被他抛弃的现实。我现在对他来说，就像是迫不及待想要抛弃的包袱一样。包袱？凭什么呀？还是要的。多多，别打了，喂。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他什么意思啊？他，人家可是高高在上的童少爷，何必自取其辱呢？宏字集团的通宇工程在施工中被质疑使用劣质钢材，导致工程坍塌，已造成人员伤亡。这一事件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阮律师，程律师让我，这怎么回事？公车昨晚出了突发事故，所以我才去律所找通通。怎么会这样呢？警察跟我来，咱们继续说。工程事故的赔偿都已经在进行中了，但是我希望不管调查结果如何，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工人，同时应该负全责。至于通宇复工，就要等调查结果出来以后了。那全部调查完要到什么时候啊？你难道不知道工程的成败关系着我们同事抵押在中视的股份能不能收回来吗？时间有多紧？工程质量问题关系着成千上百工人的性命，你让我怎么大事化小呢？他昨晚一直在工地吗？是啊，他昨天一直到半夜，一直在工地处理善后。那些工人不依不饶的，实在是。毕竟生死攸关，谁都会担心。怎么？好，我可以答应你，我不会让同事损失一分一毫。我现在就去拿钱堵住所有工人的嘴，可以吗？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吗？程主任不可能答应我辞职，让我自己来问答案。我原本以为自己真的误会你，还想为昨晚的事情向你道歉。可是现在看来，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不顾工人安危，想用钱来消灾的童总。在你心里，我就那么的不堪吗？还是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是，这就是我亲眼看到的。给我出去！因为结白那个孩子，你以为我欺骗了你？你以为你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我，但是我辜负了你。你恨我骗你，阮文君，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
为什么只要你一出现，他的生活就一团乱？这也是我想问他的。不过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你配不上我儿子，这点我从来就没有看错过。如果他要花钱消灾，就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昨天晚上发生过什么，就更不会有今天早上同事门口出现的那些闹事的人。因为我们童家出得起这个钱，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你对他的认识，就和外面那些闹事的陌生人一样浅。你从来就没有看到他内心的善，和他身上肩负的责任。阿姨，我想问你，当静杰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原谅伯父吗？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对不起啊，事件还在调查之中，合适的时候可以给大家解释，好吧？谢谢啊。同事被质疑滥用劣质材料才导致工人死亡，是否确有其事？对死伤的工人，同事将如何善后？恭喜，好剧终于开场了。同喜，叶总，你给我钱没错，但我并没有把我自己卖给你，这你知道吗？说好了，我们之间是合作，我出钱，你出面。我拿钱是为了对付童卓瑶，并不是让你来干涉我的。你放心，你怎么做，我绝不干涉，我只要结果。你给我钱，你又不干涉，你觉得我能信吗？我傻吗？咱们之间不需要信任，只需要目标一致。程主任，怎么样？有答案了？我需要知道真相。坐。看来他还是没有告诉你啊。我了解你跟童家的关系，也知道您最初照顾我是受人所托，可是我跟他，毕竟早就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帮你了。你只要因为他这一次的失误，给他一个惩罚，至少是要业内的公开警告。你说什么？水没有退路，才会成为瀑布。我承认方法是简单粗暴了些，但却很奏效。他说的没错，要不是那份处分声明把你逼到绝境，你也没有勇气站出来面对。所以那些话他是故意说的。总不能在事情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戳穿自己吧，更不能刚点燃引线就自己泼水浇灭。他是想搏一下，只是没想到你的反应会那么强烈，因为你在意他。可是我们早就已经离婚了。想不清楚的事情就暂时放一放，时间会给你答案的。抓紧时间准备上庭吧，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被我猜中了。3天前有入境记录。他怎么可以拿人命开玩笑？你让他回去的。洁白，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回国了，事情要有结果。哎，真是女大不中留啊！爸，您别装了，除了你，谁还能让他回去呢？您这次又要对谁动手呢？卓瑶还是同事啊，怎么做您才能收手呢？洁白，等你冷静下来了，我再跟你对话。爸，爸，你放过卓瑶吧。我再跟你说一遍，不是我让他回去的，你信或者是不信，我都不再解释了。至于那个童卓瑶，我也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只要我活着，他就别想过太平的日子。爸，您别再计较了，是我要离开他的。那也是他把你逼走的。你想过没有？自从你离开了童家，他为什么对你不闻不问？我来告诉你，那是他根本不想负这个责任。他不是，是我欠他的。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呀？啊，再也生不出孩子的是你。洁白，洁白，洁白。
洁白，来，慢点打。洁白，洁白，您在这儿呢。来，快点，快起来，不好吧？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不想再装疯卖傻了，我不想周瑶看我像个笑话。我什么都不要了，可以吗？我什么都不想要了，太痛苦了。我可以去死吗？我可以重活一次吗？洁白，都是我不好，是我把你害成这样，是我太糊涂了，都是怪我，都怪我。我真的失去他了，我破碎了自己的梦，我失去了我的世界，再也没有孩子了。洁白，你刚才说什么？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洁白啊，爸爸每天看到你这个样子，就像是佟卓瑶在剜我的心，我恨不得杀了他。